我从差不多15岁的时候发现我有手抖的症状，然后那时候啊，以为是就是紧张，因为我是从事理发业的，以为紧张所以会抖，结果到最后有一次就是抖到不行，然后就去看那个神经内科，那时候已经20岁，差不多20岁左右。去台南住，然后第一次是去成大的神经内科看医生，然后结果就是拿那个药给我吃，我就觉得还 OK， 然后结果就生完2个小孩之后，觉得更抖，那时候我已经搬回高雄了，然后搬回高雄之后就去阮综合，也是看神经内科，然后那个医生就是个粉红色的小药丸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就是治疗手抖的药，结果我吃就是工作的时候就是必须吃，它才不抖。然后我会发现，月经来之前手抖得更厉害，之后，然后就影响到我的工作。然后因为我是从事理发业，我抖到客人就看得出来说我的手在抖，然后就一直也没有，就是一直持续吃药，也没有那个资讯什么说有什么。再改善的方式，然后到3年前看到那个黄仲坤先生的影片之后，我女儿看到，然后传给我，然后我就也没有人可以问，我甚至去黄仲坤的那个 FB 的 message 询问他说你这个刀怎样，手术怎样，可是也没有办法得到有些资讯，其他资讯，结果啊，我就自己打电话来那个秀传医院问，那时候是。在台中那个彰化那一间，然后我就自己挂号挂门诊，然后去咨询，然后那时候医生我忘记是哪一位，他就帮我转诊给张医师，然后结果张医师看完之后就跟我说，然后你可以来住院检查看看是不是原发性震颤。我才第一次听到原发性震颤这个名词，我才知道原来这一种是遗传性疾病，因为我阿嬷也有这种症状，可是只是她到走了之后，她也不知道她是这种症状，所以我得知有这个开刀可以治疗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我可以来试试。然后那时候3年前的3月，我就来住院检查，他那时候还说。就是检查一系列，还说，看适不适合开刀什么的，脑骨密度什么的，我就想说，那好吧，就检查看看。结果检查完之后，确定我可以开刀，然后就5月份就来，那时候3年前的5月就来排住院开刀的那个治疗的日子，到6月20号就来第一次手术。手术完之后，觉得就是感觉很紧张，然后又很兴奋，就觉得说，我的手都好了。结果想说，然后我是在那个出院之后的隔天，我就工作了。工作之后，结果我发现为什么我的左手变抖了。那时候因为我的2只手我惯用手是右手，所以右手比较抖，我的左手还好，还可以掌控。结果开完刀之后，我的左手抖到不行，然后我再回诊，然后张医师跟我说，有15%到20%的人会有这种症状，然后我就很沮丧，心情就很不好，很低落。我想说，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然后。我听说，因为是可以开2只手嘛，然后我在一直回诊的过程当中，我就在一直询问张医师说，那个第2只手通过了吗？有没有啊？怎样的？结果他都说还没有。那我是住高雄嘛，我因为这个样子，我再去长庚看就诊，因为他们也是有做原发性震颤手术，可是。他的手术是侵入性的，是植入晶片的，植入脑部的。那个神经内科的医生跟我说，
他不建议我再做这种手术，然后开了一种就是治疗癫痫的药给我吃，就是也是治疗手抖症状，可是真的不行，那种药真的吃的，我觉得我快不行了。然后结果还好，今年，也是在3月份的时候，刚好秀传的杨小姐打电话给我说，第2只手通过了，她问我要不要做。我当下考虑不到3分钟，我就跟她说我要做。我觉得现在来做第2只手，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我真心坦白讲，这个过程真的是很痛苦。治疗的过程很痛苦，可是当你撑过那一刻，你的手不抖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一切都很值得。所以我很感谢彰滨秀传医院的这个团队，真心感谢，也感谢张医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